为什么你们明明就不是中国的 airline， 你明明是台湾的 airline， 却要叫 China Airlines 或是中华航空？嗨，大家好，我是 Chris， 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探讨的是为什么华航、中华航空它不会选择去改名。之前我在录一些品牌相关的题材都是用英文，但难得觉得感觉好像用中文录会比较有共鸣，所以假如说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在楼下留言跟我讲，然后跟我讲说到底要录中文还是英文，有时候有点抓不到自己要讲中文还是英文。Anyways， 我今天会想要讲这个问题，其实是因为我今天早上在滑 Threads 的时候，看到有一篇文在讲说中华航空为什么不选择改名。China Airlines 或中华航空，其实有时候他们会遇到的问题可能会是为什么你们明明就不是中国的 airline， 你明明是台湾的 airline， 却要叫 China Airlines 或是中华航空，所以就有些人会提倡改名。当然这也不是第一次我听到这个议题被讨论，就是从小的时候我自己也有这个疑问，说中华航空到底为什么是 China Airlines， 然后又是台湾的航空为什么是叫 China Airlines， 然后长大才知道原来台湾其实叫做 Republic of China， 然后我们称了中国就是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好，我们这边就不谈政治，我们今天是要谈品牌。那为什么造成这么多的 confusion 的情况下，还是不会选择去更改名字？因为像我们之前有看到，像中油以前就叫中国石油，但是后来改叫中油，其实是办得到的。华航你也可以可以叫做就叫华航空嘛，或者插华航空，或是华叉航空，如果它是简称华航的话。Anyways， 那我们来一起探讨从品牌的角度，为什么这件事情不 make sense。 我首先要先讲的一个是，就是有点 debunk 这个 myth， 是说是因为中华航空跟 China Airlines 这个名字中国很多人想要，当然不可能改名啊，改名的话就会被人家拿走了。这个东西我其实要跟大家解释，商标跟品牌名字跟公司名称其实是不一样的东西。你今天的品牌名字可以叫做华航，但是你下面有的商标可以是中华航空、华航 etc。 这些商标是你要去跟不同国家的 trademark office 去买的。所以假如说你今天要在美国拥有华航跟 China， 我不知道美国有没有一些中文的商标，但假如说你要在美国买 China Airlines 这个商标的话，你要去跟美国的 Trademark Office 买。假如说你要买英国的话，你要去英国那边买。所以你等于是你有运行的每个国家都要去买这个商标，不然就会出现像是中国五十岚不能叫五十岚，是因为五十岚的商标被其他公司买走了，所以就是会遇到这个问题。尤其是国际品牌，在你创立你的品牌之前，要确定说这个商标能够在每个国家都可以被使用，才不会造成这种 confusion， 说这个东西华航在台湾是叫华航，但是到中国就不能叫华航了。就我们平常在做品牌，假如说今天有个 brand 要新的名字的话，我们也都会要去做这种商标的确定他们至少在还有运行的国家里都可以持有这个商标。所以这是商标。然后再来另外一个就是品牌名称，品牌名称就是我们大家所看到的，像是华航为例，就是 China Airlines 跟中华航空，等于是中文跟英文的品牌名称。那有些品牌它只会有一个语言的品牌名称，或是有些它会翻译成当地语言，中文、日文、韩文其实蛮多都会用当地的语言去拼，就是这种 non-Latin 的语言会再去翻一个当地语言的名字。像华航为例，它的 brand name 就有中文和英文，但有些我想一下，我现在其实有点想不到有什么大品牌是只有就是拉丁的名字，没有一些翻译的中文或是韩文或是日文名字。那品牌名称跟商标名称不一样，因为品牌名称是大家称呼你的名字，那你有可能会有更多的商标名字，然后品牌名字只有一个。尤其是像中文，可能像海底捞，很多人喜欢玩谐音梗，他就会把海底捞改成明明一样的念法，但是是不一样的字。那可能海底捞就会把这些其他的商标都买起来，让人家不能用同音异字的海底捞去再做一个火锅店。这是一个 example， 就是商标名字跟品牌名字不一样的。那再来另外一个就是公司名称，那公司名称其实更复杂的是很大的集团，它可能旗下有很多子公司，那可能你只知道它是一个很大的品牌的名字，叫做可能像华航，它下面可能 I'm making this up， 但可能有华
中华航空飞行公司、中华航空运送公司，就是可能送货运的吗？或是可能中华航空做基建维修的，这种可能都是3个公司，但是在统称品牌名字都是华航或中华航空或 China Airlines。所以回到刚刚的问题，华航可不可以 rebrand， 然后还是保有中华航空跟 China Airlines 这个商标，让其他航空公司不要拿去用走或买走？答案是可以的，你可以改华航跟中华航空这个名字，不一定要把这个商标去 let go。这个东西我们之前有看到，像是 In and Out， 它在日本它没有店，但是它是拥有 In and Out 的商标的，让日本当地的公司或者其他公司没有办法去日本再创立一个 In and Out， 叫自己 In and Out。这个东西在每个国家的商标法又不一样，有些国家会说你只能买多久，但你要继续 renew 的话，你要在我们这个国家有一些商业的活动，不然我们不能让你一直买嘛，你一直买然后都不用，这样其实对我们来说不太好。所以 In and Out 之前在日本就有做一个快闪，就是之前流传是，然后我也 suspect 是因为要维持这个商标，因为如果假如说他没有做这个 pop-up 的话，他可能就没办法继续延续这个商标，这商标就会流失，然后被其他公司用走，在日本创立一个不是 In and Out 的 In and Out。那再来另外一个 consideration 就是其实是品牌名字不能随便乱改，你每一次在改的时候就要让你的受众在心里再好好的去 reestablish 跟你的关系。那品牌名称或者标志都不能乱改，前提之下是它在你的观众在这个社会上是有 brand equity， 是有品牌价值的。但是它是在你的受众心中有办法有自己独特的意义，是其他没有办法取代，是人家想要华航或是中华航空或是 China Airlines 就会有直接的那种 association， 这些都是算在品牌 equity 的一部分。但是呢，假如说我今天是华航，我在考虑要不要做这个 rebrand 的时候，就是刚刚有说其实问题不是在商标的问题，商标你还是可以，但是你可以考虑要不要 rebrand。那如果今天是华航的话，我在考虑我要不要做这个 rebrand， 去让大家不要有这个 confusion， 想说哦 China Airlines， 那我们是中国的航空，那我就会去做一个很大的 research， 去了解说现在大家对中华航空、对 China Airlines、对华航，还有对我们的商标，就等等我们现在在品牌拥有的东西，他们对这些东西的感受是什么？他们认识吗？他们不认识吗？或者他们对这些是有正面的想法，或是负面的想法？假如说今天它的品牌的价值比较多是在华航过于中华航空的话，那其实就是像回到我们刚刚说的，它其实是有机会可以重塑或改名，说叫做插华航空或是华插航空，因为这样简写起来还是华航跨过这个问题。或是假如说它今天的 equity 是在它的标志、它的那个梅花的话，那或许可以就是把它的 wordmark China Airlines 这个 wordmark 改掉，然后反正梅花留着就好了。对啊，如果英文的话 China Airlines 很有 equity 的话，然后反而不是造成 confusion 的话，那我们就会觉得说 China Airlines英文可以留着，但是中文或许可以改掉。如果是在你的受众方面有很多的反感或是反弹的话，所以这就是我们要透过 research 去了解的。那第二个，为什么华航我觉得不会进行很大的动作去改品牌？因为其实我们在做品牌的时候，很大时间公司会去动品牌是遇到什么事情？是公司的大事情。第一个可能是公司想要在它的规模去成长，或是去做其他不同的东西，就是他可能以前是做航空公司，但他想要拓展到餐厅之类的，就是可能华航的东西很好吃，想拓展到餐厅。那这个东西中华航空可能这个名字就是会让人家很 confused， 说哦你不是航空公司吗？你怎么会这样？所以他可能会去考虑说我要改一个更可以涵盖我所有业务的名字，更可以涵盖所有业务的品牌。有时候会遇到做品牌重塑是遇到什么？可能公司的改朝换代，换一个新的 CEO， 换一个新的公司领导，要去 signal 说这是我们公司新的一页。那这个时候也会去做品牌重塑或者品牌的改变。再来就是什么收购，你进来一个新的公司，原本的业务会被拓展，或是原本你收购公司也有很大的品牌的equity 的话，那我们可能可以考虑要怎么样去把原本的2个 brand 的 equity 都可以去容纳在这个新的品牌，创造一个1+1大于2的品牌。或者分割啊，假如说你原本是就是一间华航，要分成2个公司，你不可能2个都叫华航，所以这个时候也会遇到一些品牌的改变。但是
通常除了这些事情重大事情，很少会看到品牌去做很大的动作，因为改品牌是一个很花钱也很引起人家注意的事情，所以假如说你没有事情就突然那边乱改品牌，人家可能讲说你到底在干嘛，有点 gay 搞，或是可能会注意到你没有前进，人家都在前进，觉得说你在落后。再来就是钱的部分，改一个 brand 真的超级无敌花钱。假如说今天是华航为例，它有那么多的飞机，它有几百台，可能有几百台飞机吧，每个飞机的外观或是飞机里面有一些可能椅背啊那些东西都写 China Airlines 或是写华航，你全部都要重新做，或是公司的航厦，每个机场有华航运行的航厦都会写 China Airlines 中华航空，这些 sign 全部都要换掉。我不知道制服上面有没有，制服上面可能没有，可是假如说制服名牌上面也全部都要换掉，公司内部的这种 lanyard 也都要换掉，名片、什么系统啊、网站这些全部所有有挂华航的东西全部都要改掉，花超级无敌多钱。甚至我有看到 thread 上面还有人说，就是可能就是你的航权，因为你是航空公司嘛，你在运行的话，可能也都是要透过航空法的去认定，所以就又要花很多的时间去跑各种流程，跟各国的可能民航局啊或什么 FAA 去得到这个东西的认可跟证实，才能继续飞。可见真的是需要花很多的时间跟很多的力气去做这件事情。I'm sure I'm missing something， 所以如果还有什么我没有讲到的话，在下面我们也可以一起讨论，或是有其他品牌你想要我讨论的话，也可以在下面跟我讲。我之前也有录一些其他的品牌相关影片，都是英文的，但都有中文字幕，所以你也可以去看，欢迎一起来讨论。那今天就这样子，我已经讲到烧瞎了，那我们下次再见吧，拜拜。